每当听到 ASP， 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的 TT 极为勇猛，但在早些年间，他们也有如同加州混车队一般的黑历史。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让他们在短短的几年里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今天我们就来看老哥是如何以一己之力帮助整个阿肯色州的阿瑟完成蜕变的。警灯一开，悠哉悠哉，赶快去拿纸，蹲下就开始。欢迎收看《最后的自由》，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瑟盯上了前方这辆灰色的轿车，起因是这辆车在对向行驶的时候一直开着远光灯，这个行为激怒了阿瑟，于是他便掉头跟上了老哥，并表示我也要验牌。可是一验问题就更大了，原本应该放车牌的位置，现在是光秃秃的一片。更重要的是，他还拒绝停车。此时对面车道杀出一辆氛围灯，这让本想蒙混过关的老哥明白了彻底没戏，索性趁机加速开溜。看着路上不断的刷出新的氛围灯，让老哥产生了一种自己在玩 GTA 的错觉。其实他不知道的是，他所处的位置是在西孟菲斯警局附近。当阿瑟将基本情况向总裁汇报之后，都不用呼叫支援，就有多位队友赶到现场主动加班。看着身后氛围灯的队伍愈发壮大，老哥的车速也来到了100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对于现在的 ASP 来说，绝对是最好的动手时机。可在当初 PIT 还没被广泛推广应用的时候，这个速度足以叫阿瑟头疼。根据阿肯色州警察局记录显示 ，ASP 从2016年开始系统性学习 PIT， 可截止到这条2019年的视频，实战使用率还不足20%，不仅远低于后来的41%，甚至绝大部分的车辆连防撞梁都没装。如此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换一台好的设备观看。最近在转转买了一台二手 iPhone 13 Pro， 体验还挺好的。其实我也就2000多预算，与其买普通新机，不如直接上二手 iPhone， 系统和体验都有提升，更有性价比。关键是转转的二手商品都有专属验机报告，平台上就能看到几十项检验结果，还有高清大图，感觉特别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和1年保修，现在下单，春节期间也能正常发货，不用等，过年就能用上新装备。转转上其他数码也挺能打，2500多就能拿下 iPad Air 6，4000多也能买个红地略多折。现在点击评论区难练，还能领最高1000元优惠券。此刻阿瑟占据了一个贴贴的绝佳位置，只需要一脚油门就能将老哥截停，但他似乎并没有点亮这个技能，一次又一次错失截停的良机。要知道在他身后还有一对氛围灯，要是换一个视角来看，这就是妥妥的婚车队。而在老哥的前方再次刷新出3辆氛围灯，但面对经过的老哥，他们只是静静的看着。看了这么久，倒也没有白看。不论是和前车并行的阿瑟，还是对向车道赶来支援的队友，都已经发现开车的并不是黑哥们，而是一位白人老姐。确认了身份之后，本就不擅长贴贴的阿瑟，动作只怕是会更加温柔。果不其然，在转过弯之后，老姐虽然放慢了车速，但阿瑟却完全没有进一步的动作。看着前车趁机加速，越跑越远。阿瑟非但没有跟上，反倒是靠边让行，让出第一顺位，呼叫身后的队友跟上。一辆在身后跟了许久的道奇充电器早就失去了耐心，直冲冲地奔向了前方的老姐。而当他靠近之时，老姐突然左转，主动撞上了阿瑟的车，这让本想左转的老姐变成了掉头。被撞的阿瑟毫无动作，倒是愣在了原地。而从这里也能看出来，不论是被撞的道奇充电器，还是前方的雪佛兰泰号都没有防撞梁，没能成功将老姐截停，倒是先损坏一辆道奇充电器，但掉过头来追击还得继续。现在改变阵型，后军变前军。此刻参与这场追捕的阿瑟已经不下10位。由于在掉头之后，咱们这辆车落后的比较多，所以先简单快进到阿瑟跟上的位置。在跟上的过程当中，队友突袭得手，用破胎器成功撅掉了老姐的轮胎。当阿瑟跟上的时候，已经能看到这辆车冒着滚滚浓烟，而3辆雪佛兰泰号形成犄角之势，准备趁着他轮胎没气将他逼停。当所有人都认为大局已定时，老姐的表现确实要比想象的更加难缠。虽然破了一个右后轮，但是作为前驱车，再加上老姐时而加速时而刹车，毫无规律的跑法让阿瑟一时间无从下手。就算被3辆氛围灯夹击，他也没有要投降的意思。如此玩命的跑法，反倒是叫阿瑟好奇了起来。没有车牌，最多也就是个零元购。如此大地方的局势，居然还在挣扎，只怕是身上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被3车包围，老姐还在不断的寻找机会突破，这实力也确实是了得。趁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她的战力表。好，5星老姐也确实是女中豪杰，这实力放在当初已经吊打了不少 ASP。而这时老姐突然一个刹车，虽然不小心和右侧的阿瑟蹭了一下，但这个急刹却是成功晃开了左侧的阿瑟，接着趁机转弯，摆脱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而险些就被阿瑟贴贴也是相当极限。看着老姐在前方被电得火花四溅，要是顶着个钢圈都叫她跑了 ，ASP 还有什么颜面？想到这里，阿瑟也顾不得自己的 PIT 还不够熟练，在心里把操作流程演练了一遍，就发起了进攻，争取一次让老姐沦陷。准备好之后，一脚油门上去，吃我一击吧！这一下虽然只是在边边蹭
蹭的蹭，但从老姐车身剧烈的摇晃可以看出来，老姐非常吃这一招，这让尝到了甜头的阿 sa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不断的在后方游走，想要再来一次。前方氛围灯吸引了老姐注意，阿 sa 趁机上去就是一个贴贴，这一次恰到好处，成功将老姐截停。但老姐身经百战，很快便再次找到机会上路。眼看一次贴贴根本无法将老姐拿下，队友们纷纷上前开始了大乱斗。既然已经开了贴贴的先河，阿 sa 们也就不再憋着，一个个逮到机会就轮流上去输出。在这本就狭小的空间里，不给老姐丝毫喘息的机会，将她一路顶到路肩，似乎已经彻底动弹不得。可他们还是有些低估了老姐的实力和耐力，眼看就要被一群阿 sa 给围上，老姐挂上倒挡，成功找到空当，摆脱了一众阿 sa 再次上路。可就在要开启新的回合时，支援的阿 sa 直接正面挡住了他的去路，其他队友更是调转车头直接开撞。眼看老姐已经无路可走，阿 sa 们一拥而上，开始砸车窗，试图在第一时间就将老姐控制住。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都已经到了这般地步，老姐居然还有操作的空间，挂上倒挡拉开距离。阿 sa 也是来了脾气，一边走位一边输出，但老姐的车速极快，加上视线不佳，以为阿 sa 被带倒在地，于是便触发了阿 sa 的终结技。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是6位阿 sa 已经清空了自己的弹夹，还是这一招见效快，直接帮彻底两人重开游戏，彻底终结了这场闹剧。经过调查，老姐名叫梅根·里维拉，22岁；副驾老哥名叫德安·杰洛·布朗，30岁。家属称他们是一对模范夫妻，有着金子般的心。当时正在全国旅游，享受生活，却在阿肯色州遭到了这般待遇，于是起诉了开枪的6位阿 sa。可在对车辆和两人的身份进行深入调查时，发现这哪里是什么模范夫妻，而是一对鸳鸯大盗。他们所驾驶的这辆凯美瑞是从南卡罗来纳州一名72岁老人那里偷来的，而且在他们的车里还发现了一把点2口径的步枪和管制药品。不仅如此，在其他州还有多次拟案购的行为。最终，陪审团取消了对6位阿 sa 的诉讼，并且为几人发放了带薪行政休假。而受伤的阿 sa 因为小腿骨折，在休息了几个月之后才重返岗位。在对这起事件进行复盘后，不少阿 sa 都发现了在前面就有大量截停的机会，但是对 PIG 的操作熟练度有限，才导致了最后1位阿 sa 受伤，多辆警车受损。于是整个 ASP 便开始大量推广并应用 PIG 的技术，也就有了现在彪悍无比的 ASP。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此友情提醒各位，本视频为反面案例，请千万不要模仿。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最后的自由，我们有缘再会。